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嘉玲张医师。我是卢子全。见面了，很高兴大家又回到我们狂医秀的节目。继上2集，大家很多观众热烈的反应，发问了很多的问题之后呢，就有一些观众，告诉我们这个背也讲过了，脚也讲过了，这有个地方没讲到，就是这个肩膀，所以很多人为这个肩膀所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题目定到50肩，那50肩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名字，是。那为什么叫50肩？其实，正确的医学名字应该是叫做粘连性的肩关节发炎啊。那50肩，就我所知道的，应该就不是一定是50岁发生。对。那为什么叫50肩？待会我们请，曾经在台北荣总骨科部担任主治医师，在三军总医院松山分院担任院长的骨科最权威的卢子全卢院长，来跟我们讲为什么叫50肩，因为这个名词的混淆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50肩跟这个粘连性的关节囊发炎，为什么会用50肩去称呼它？院长，您的解释是？关于50肩这个名词这个就像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就像我们讲说香港脚好像说是不是香港来的，其实也不是，它只是就是一个一个滤过那个霉菌的感染。那50肩，我们通常因为它好发在50肩，久了以后50岁左右，50岁左右，所以说久了以后大家都用50肩来做一个通俗的称呼，40肩或是45肩也是可以，反正就是那个范围。就是它好发的连族群在50岁，所以就用个50肩来做个通称。那它真正的学名就是我们张大夫讲的，就是粘连性的那个滑膜囊炎。那讲到50肩呢，就是大家很想知道说它的严重度怎么去区分，是不是它有医生会给它分成怎么个去区分这个50肩的严重程度跟轻微程度，怎么去区分呢？一般来讲我们全身最大范围的活动关节就是肩膀。各位可以看我的肩膀，可以做360度的旋转，左右360度。所以说我们其他的关节，不管是髋关节还是膝关节都不可能做不到的。相对的，这么大旋转的关节，它只要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它的活动度就会受到限制。我们由这个模型可以看到，它在肩膀里面最主要有4条肌肉包覆着。这4条就是上棘肌、下棘肌、小圆肌，还有这个肩胛下肌包覆着。它这条肌肉大家会看，只要有一条肌肉稍微有点发炎、有点粘连，它就会影响到这么大范围活动关节，移动就受损，就影响到关节的活动，所以说就造成所谓的50肩或叫做冰冻肩。那它的程度主要是要看它活动范围受到多大的限制。假如说只是轻微的，可以平举到90度就还好，基本上要超过90度，侧举要超过90度。假如说你连90度都超过不了的话，这个就将来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那讲到这里，我们要知道肩膀最大2个功能是什么？肩膀最大2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要摸到头，第二个就是要能够活动度能够插到后面来，插到屁股，就是让我们可以独立的生活。假如说肩膀超过不了90度的话，你第一个摸头绝对不可能，就做卫生盥洗动作也不可能。所以说50肩呢，假如说以前受到90度跟90度的限制的话，我们一定要积极的面对去处理。好，那处理的方法，那我们再看看张医师还有什么。对，我先想了解一下，其实这个关节的部位是蛮复杂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做关节唇。对，关节唇。对，关节唇在我们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检查出来的。对。病人关节唇断裂，他根本就不知道。和有一些像曾经遇到个病人是
去做个按摩啊，那个按摩师傅用力一拉，啪一声就断了，啊，就是那个声音结果变成这个肩膀就活动受限，就很严重的一个后遗症。所以50肩里面跟关节唇或是它的关节滑液囊，它里面有扮演是什么样的角色？好，那张医师就是厉害，就在那边一问就问到重点了。50肩呢，它基本上是表现出来就是关节活动受损，是那60%-70%都是原因不明的，就是说，我时间到了，我这个肌腱突然发炎，突然不动，所以我造成我的原因不明。原来是这样。那其中有20%-30%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比如说肩膀钙化、关节唇它的受损，或是肌腱长的什么股二头肌啊发炎，或是肩膀这时候开完刀有骨刺造成。那我们遇到不明原因的话，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正好今天睡个觉就抬不起来，这个比较好治疗，因为其他原因造成他肩膀活动受损，不是要对症治疗。您刚才所提的是关节唇受损，关节唇就是在这个关节最里面这个唇，它是把这个骨头挡着，不要让它掉出去的这个唇。关节就是一个连接的一个点，对，一个点。关节唇受损的话，就是你只做这些肌肉的训练，它是治疗不了那关节唇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对关节唇去做它一些积极的治疗？就是说要对症下药。关节唇断裂这个疾病好像还是要手术，是不是？我想它关节唇断裂的话，它也依它的断裂的程度分作4个级别啊，轻微、中度，还有完全撕裂伤。一般大概到完全撕裂伤才要做手术。那像那个完全撕裂伤，像很多的投手，像王建民，大家就有印象，他就在做这个投球，往后用力生长，因为他的球速到150以上，很容易就造成关节唇过度使用。一般人大概顶多关节唇受损都是轻度的，那我们做保守传统的复健应该就可以恢复了。那关节唇受损对比较高阶的运动员，他们才比较需要做进一步把它修复过来，不然他就不用去干这个行业了。是。那我们最常造成50肩，除了不明原因以外，真正有原因的话，就是所谓钙化性的肌腱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专有名词，就是钙化性肌腱。这肌腱用久了，有一天它突然怎么样发炎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搬个重东西，或是去打球，这边撞到一下，我们没有处理，那肌腱怎么样？它就有淤血在那边。那你又没有去做一些适当的治疗，延误治疗，对，延误治疗。它那个淤血在那边久了以后，它就变成钙化了。那钙化以后，它就会怎么样？影响到肌肉的收缩活动，那它就会疼痛。那这时候钙化它有很多种治疗方法，我们要因它钙化点的大小还有钙化点的位置去做适当的治疗。那么您刚讲这个肌腱的钙化，这个也算50肩的一种吗？它只是一个症状，包括很多的原因。对，它的外表叫50肩。50肩取名就像它就是以它的好发族群来命名，就像我们香港叫以它好发的发生地来命名，它只是一个通称而已。通称真正的名词还是回到粘连性的那个关节炎发炎。所以今天卢院长给各位观众厘清了一个很好的观念：50肩它是一个广泛的疾病，并不是说只特定一种疾病。那医学上有50肩这个专有名词吗？它就是要做 adhesive capsulitis。大家假如你上国外的文献就是adhesive 就是粘连性的 capsule， 就是 capsule 就是滑裂兰的发炎。对 adhesive capsulitis 就是其实还是要找它的真正的病因出来。对。那50肩，那你在台湾叫50肩，那在美国或其他国家你打50肩，搞人家不知道。比较常见就是叫 foreign shoulder， 对，冰冻肩就是了。所以50肩是等于台湾叫50肩这个意思而已。对。就我们讲到这50肩，我们怎么样事先预防，或是要做什么样的运动？你比较建议的肩膀的关节不要退化的这么快，还是要回到这个要了解这关节的解剖学上来讲啊。肩关节不像膝盖关节，它是要负重的，它只是要承受，它是要做最大转动的。
所以说基本上呢，它不太会有骨头跟骨头间的磨损，不像膝盖骨头跟骨头会磨，它主要会造成肩关节里面韧带的受伤啊，或是发炎。那你说为什么会造成关节韧带受伤跟发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怎么样？运动过度。运动过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你要跑步前要怎么样？暖身。对，没有暖身，对。突然在很短的时间怎么样？这肌腱急剧的收缩，造成不当的位置，就造成发炎。所以不管是这个地方关节的部位呢，或者其他，其实我们运动之前还是要注重暖身运动，让肌肉慢慢的放松，适应了活动的那种重力之后才来运动。所以尤其是肩关节它担负的我们这么多的动作，所以它是很需要做这个动作的。是。那么我曾经家里人有患过50肩所以复健科医生会教我们一个动作叫爬墙壁。爬墙是爬墙。那除了这个爬墙的动作之外，那院长还有没有什么？那你问到重点了。我跟你讲，50肩最好的方法，爬墙壁不好。最好方法就是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看到人就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越恭喜越高，越恭喜越高，恭喜发财，上下恭喜发财，然后再来就是爱你拥抱你，爱你拥抱你，这两个动作记起来。这个是往上的动作，这是往宽的动作，爱你拥抱你，对对对，然后等到关节都已经活动差不多的话，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就是拿一个像保特瓶一样的东西，不知道照不到保特瓶的东西，一个小关，我做这个大弧度顺时钟的旋转，重力训练，对，增加肌肉，等于让关节360度的旋转，先逆时钟，不是那个我们像最有名的那个逆时钟，逆完时钟以后一定要顺时钟，这个是有原因的，就是说。先让关节怎么样？它做逆时钟旋转它是生理学的角度，然后在顺时钟的时候是反抗生理学角度。我有个想法就是说，那个做这个动作逆时钟的时候小声的讲，顺时钟的时候大声的，顺时钟大声的讲不是这个就是我想主要关节会活动受限还是要靠。自己去把它训练出来，你去找人帮你做搬运或者做些别的动作，你都会抓不住你的痛点。那你自己跟我们这个恭喜发财，随着你角度越来越大，爱的抱抱越抱越大顺时钟、逆时钟，配合你的角度慢慢做大，应该是。会很快就让你的粘连性的发炎可以缓解掉。那你们看医师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它病因找出来。所以这个要照 X 光检查。对 X 光检查，还有做骨骼的超音波检查。对，让专业的医生帮你判断病因之后，那我们再把鲁院长今天这3个最重要的动作，把它口诀记起来，持之以恒。所以结论我们就讲。那这样讲起来的话，轻微的这种50肩叫冰冻肩，它是可以治愈的，就是了。应该都可以治愈。假如说只是不明原因的话，90%以上都可以治愈。就是要知道整个疗程，然后最重要要有信心。今天听到我们张老师来发问，还有我的讲解，大家绝对要有信心，就是一定可以愈的。就后面就是靠你积极复健。那我最后再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不明原因的可以治愈，那知道原因反而不能治愈，那我就要請問鲁院长，什么叫知道原因？有哪几个原因？刚才你有讲过啦，像肩关节有骨刺有钙化还有你讲的唇撕裂，关节唇断裂，对还有的人是他有时候受伤过，以前长了一些变形就是看是什么原因。那有的原因还是可以治愈的，就是要对症下药。所以是找不到原因，突发性的就是。类似叫扭伤的是比较好治。对。那如果你有这些已经慢性病拖了很久，所以归结到一句话，还是要做好预防医学，做好预防保养、养生的动作。所以这些动作呢，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这几个动作学起来，在家里持之以恒，这个复健或是它的预防。所以我们今天也觉得非常难得今天50肩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题目呢，但是。我们受益匪浅，那因为鲁院长在医学中心大概有30年以上的资历这个学生也遍布全台湾是台湾我们骨科界一个最厉害的泰斗，
所以经过他的这种指导之后，我想他们在他几万个病人当中啊，都是按照他这个规格来讲。那今天的节目啊，就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还是拿起你的右手，在右下方红字部分按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点赞分享给你的好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疑难杂症非常困扰你的，希望你在我们底下留言，我们的医疗团队，尤其我们最优秀骨科权威吕院长会给你适时的帮忙，给你回答最好的建议，解决你的疑难杂症，就是我们节目最高的宗旨。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欢迎下次再来收看，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